手术善其事。鼻中隔弯曲其实非常的常见，那它最大的成因应该还是生长发育过程中，在鼻中隔的形成，它有一个不完整的或者是不平面式的生长，造成它会有一个弯曲的现象。那除此之外，病人因为这个外伤，可能是因为车祸或是因为运动去撞到外伤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撞击，有可能会造成鼻中隔弯曲。那再来的话呢，病人有可能因为肿瘤，他不得已需要进行手术，甚至是手术完之后还需要进行电疗、化疗等等，都有可能会有一个这个鼻中隔弯曲的情况所产生。专业文献的统计，在亚洲人这部分鼻中隔弯曲并没有特别多。那主要就是说，鼻中隔弯曲会造成鼻塞等等的症状，病人通常是因为症状比较严重，然后药物治疗无效，才来医院来做适当的检查。所以如果说在一般没有症状的病人，的确它有一个比例高达90%是鼻中隔弯曲的，但是需不需要治疗，事实上是回归到病人的症状。假设病人有症状，然后来看，我们去诊断，明确的诊断它是因为结构的问题，那这样子的鼻中隔弯曲是比较有意义的。没有症状的情况之下，也就不太需要去做矫正。鼻中隔的弯曲程度，除非是非常的歪斜，也就是病人在生长发育的时候已经蛮明显的这个弯曲，那它可以有比较明显单边鼻塞等等的症状。如果不是很明显结构的歪斜，大部分后续病人的症状，比如刚刚提到的鼻塞、鼻涕倒流，甚至一些鼻窦炎等等，都跟所谓的过敏、跟慢性鼻窦炎这些并发的一些疾病是比较相关的。所以我们在思考鼻中隔的弯曲，在思考它的症状，一定要把其他这个并行的疾病做一个整体的思考，这样子才有办法去厘清真正的病因。耳鼻喉科诊所都会使用前鼻镜来做检查，那前鼻镜就把病人的鼻孔做一个撑开的动作，那从我们的眼睛或是这个明视距离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弯曲的鼻中隔，但是大部分这样子的条件之下，并没有办法看到全貌。那比较完整的这样子的一个检查，除了刚提到前鼻镜，在我们的耳鼻喉科门诊最常用的就是所谓的鼻窦内视镜，或者是鼻纤维镜。假设使用鼻窦内视镜或是鼻纤维镜来做诊查的话，那这样子就可以看到整个鼻中隔从前到后的全貌。一般鼻中隔弯曲它是一个结构的变异，所以基本上一个结构的问题，用药物是无法去处理的。如果我们要去处理鼻中隔弯曲这样子的一个疾病，事实上大部分都是需要透过手术来治疗，也就是透过手术来矫正它这个结构上的这个弯斜，或是结构上的弯曲等等。那坊间所有的药物，事实上呢，这些药大部分都是在治疗后续的，我们刚刚提到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啊等等这些并发的疾病。所以单单鼻中隔弯曲本身是没有办法靠药物来处理或是治疗的。那鼻中隔弯曲本身是所谓的这个结构的问题，它包含两个部分，有所谓的软骨的弯曲，有包括所谓的硬骨的弯曲。所以如果真的要去进行鼻中隔弯曲的手术，一般都是使用鼻窦内视镜的这样子一个手术来进行。坊间病人常被建议到的手术，包含一些雷射手术或者是微创刀片等等的这些手术，基本上它所
治疗的都不是鼻中隔本身弯曲的问题，很多都是针对下鼻甲这样子一个结构来做一个治疗。如果说这个单纯就鼻中隔手术而言，一般所采用的当然就是鼻内视镜手术，那也就是呢，我们会使用鼻窦内视镜，透过这样子的器械，把我们的眼睛、把我们的视野投射到内视镜的前端。那在这样子的放大的视野里面，那足够的光线里面，我可以把病人鼻腔的这个整体的状况做一个很明确的了解。那这是看得见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叫做做得到的部分。那做得到的部分呢，我们手上这一支就是所谓的微创刀片，它本身有2个结构，一个结构叫做外鞘套，那一个结构叫做内鞘套。它是透过一个旋转微创刀片把组织吸进去2个鞘套中间，然后再透过每分钟7500转的高速旋转，把这些息肉、多出来的组织、过度的发炎、肥大的息肉等等，把它绞掉，然后透过后面的吸引管把它吸出去。所以这样子的微创刀片事实上广泛应用在临床，包含过敏性鼻炎、鼻窦炎、慢性鼻炎、肿瘤等等这样子的手术。这个都是临床上很常用、非常实用的一些器械。那它本身原则上都是自费的医材，那包含往前的这种完全向前的角度，以及针对鼻腔这样子一个体积不同的角度，可以做一些旋转，甚至比较大幅度的这样子的处理。所以一般来讲，这种微创刀片就是要看术前的评估。假设病人是比较直线的，或者说他的这个疾病呢是比较局限的，那使用这样往前的微创刀片就可以。可是如果是鼻窦炎，包含它在额头或者它在侧面，甚至更深，甚至在头颅里面，我们会需要比较多这种有角度的微创刀片。那现在医材的发展，事实上我们真正在开刀都可以透过后续的这个连接，有一个导航系统，可以很精准的去做病人病灶的移除。那我们刚看到的，包含内视镜、包含微创的器械，这个都可以完整从前到后处理鼻中隔。针对下鼻甲的手术，通常也是使用内视镜来处理。那所使用的原则就是一个这个能量的来源，那针对下鼻甲的组织去做一个烧灼。那这个器械本身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它的前端有所谓的吸引的头，所以病人真正在开刀的时候，透过局部麻醉就可以把它的这个鼻腔里面的雾气，或者说它的血水，透过这样子的开口把它往后吸开。除了鼻中隔弯曲的手术之外，下鼻甲的手术也可以同时进行，那就看临床的需要，它到底是怎么样的疾病，选择不一样的器械。基本上下鼻甲的手术，比如说雷射手术或者是烧灼的手术，这是以往大家所常听到的。那这个应该是比较旧的方式。那这种手术方式只要局部麻醉就好，不太会疼痛。那术后呢，有一阵子半年到1-2年之内，它有一个疾病恢复的良好的这个期间，但是它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很容易复发。那新一代的微创刀片，它呢就是能够透过内视镜的辅助去做一个精准的治疗，所以这样子的手术大部分都是自费的医材为主。那它的手术的施行可以在局麻或者是全麻的条件之下去做，那它所花费的这个自费的项目当然比传统的手术还要高，但是它因为精准的切割，也因为它能够深入病灶，那它的整体的效果事实上维持的可以比较久。那这种的这个雷射的手术，它本身的这个恢复比较快，这种呢微创刀片恢复稍微会慢一点。但是这种雷射手术它的缺点会伤病人的鼻腔黏膜，那这种伤鼻腔黏膜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事实上呢会造成后续病人的改善幅度有限，甚至有一些永久性的伤害。这种微创刀片它会保护鼻腔的黏膜，所以它的效果会比较持续、比较久、比较好。那以花费来讲，当然这个旧式的烧灼的雷射等等的手术，它的花费是比较低，健保
大部分有给付，病人只要简单的部分负担。那像这种微创刀片，它因为本身医材比较精良的关系，它所花费临床上花费是比较高，那这部分是没有健保给付的。鼻中隔弯曲事实上对于病人鼻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鼻中隔弯曲会伴行其他的疾病，所以如果这个病人有比较严重的症状，那他考虑透过手术来治疗的话，当然我们把鼻中隔这个结构的矫正会很大程度的改善他鼻塞的问题。鼻中隔弯曲有可能会有睡眠呼吸中止的这样一个成分。那病人如果说进行了鼻中隔弯曲的手术，大部分鼻腔比较通畅，那病人所回报术后这个睡眠的状况也会因此而改善。所以简而言之，鼻中隔弯曲它会合并很多其他的共病症。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做这样子鼻中隔弯曲矫正的手术，我觉得是值得去进行的。经过鼻中隔弯曲手术的病人，大部分术后都会感到鼻腔有一些闷塞感。第二个，鼻腔有可能麻醉过后有一些疼痛。第三个，病人的鼻腔里面的血块会慢慢聚集起来。所以在术后的恢复期，我们都建议病人千万不能说自作主张去做鼻子伤口的这个去侵犯或是鼻子伤口的动作。举例来讲，病人不应该去挖鼻子，病人不应该用力去擤鼻涕，病人不能用手、卫生纸、棉花棒去做伤口的这个干扰，这是最重要的。那第二个，我们也建议病人，因为鼻中隔弯曲通常合并着过敏等等的这些疾病，所以病人在开刀完，有可能他原本的疾病也会有所谓的干扰的状况。举例来讲，病人如果说有过敏，他如果在术后有比较严重的打喷嚏，大概他出血的机会就非常高。所以我们都建议病人术后医院医生开的药物一定要照着吃。假设病人有照着服用这些药物，自然就比较不会很夸张的去揉鼻子、鼻子痒、打喷嚏、流鼻血这样子的状况。那经过术后的恢复，可能是1个礼拜到10天，病人里面的血块慢慢的融化，这时候伤口也比较有条件去做清洁。我们在临床上通常会看伤口的状况，去建议病人做后续鼻腔的清洁与保养。那具体来讲，我们就会建议病人使用洗鼻器这样子的一个器械，来帮助病人术后伤口的恢复。那洗鼻器事实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包含你需要有一个洗鼻子的器具，有些是手动的，有一些是电动的。第二个，在它的这个容器里面，大部分我们都会建议病人使用等张的生理食盐水。那它的温度一般来讲在30度到35度摄氏度的范围里面，把它装进去这样子的容器，然后有一个很好洗鼻子的方式，也就是头低低的，然后把这样子的这个接口放在它鼻腔伤口的部分去做一个清洁。